朋友们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这个周末呢，最大的舆论焦点毫无疑问就是海内外对6·4屠杀33周年的纪念了。那么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和朋友们有分享了我自己的一点6·4记忆，以及自己是如何看清中共散布这种弥天大谎的过程。我看到在留言区有很多朋友也都分享了自己在6·4期间的亲身经历，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感人。正是无数这样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呢，它塑造了中国人的一个集体记忆。尽管这个记忆呢，它在中国大陆目前是遭遇到了空前的，可能也会是绝后的一种严酷的封杀，但是呢，这种记忆呢，它将永远留在中国人的心底，并且注定将在某个时刻，某个中共意想不到的时刻，甚至是我们自己都意料不到的时刻，它会突然的爆发出来。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呀，就是说，你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个人，也可能在某个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永远无法在所有的时间去欺骗所有的人。对中共来说他们疯狂的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一定可以做到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这种邪恶到疯狂的邪恶到极致的疯狂呢，就是使得他们在大陆对6·4的这种封杀是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但是中共呢，它最大的愚蠢就在于，他们似乎永远不懂得相生相克、物极必反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他们越是疯狂的想要把这种欺骗做到极致，却不知道反而会给他们想要隐瞒的这个真相是做了最大的、最有效的宣传和推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李佳琦直播被封杀事件。上个周五也就是6月3号的晚上，大陆这个直播带货的领军人物之一的李佳琦，他在一次网络销售直播过程中呢，向数以万计的观众展示了一款和路雪的这个多层冰激凌的蛋糕，然后呢，这个直播突然就中断了。那么李佳琦他在当晚的这个直播中断以后呢，迅速的就在微博发帖称说是发生了后台的技术故障，希望大家稍等。但是在2个多小时以后呢，他就再一次的发文道歉，说当天的直播已经无法继续了。在此之后呢，李佳琦他就没有再发布任何新的情况的说明，而且他也连续的缺席了预定在周六周日连续2天的直播活动。不仅如此到今天为止，在这个淘宝去搜索李佳琦的直播间等等这些关键词呢，你会发现在淘宝内已经没有了李佳琦的名字以及相关的任何产品，李佳琦的直播间已经消失了，大概率呢是已经被封杀掉了。而最新的信息显示呢，李佳琦连在豆瓣他都已经遭到了封杀，也就是说，李佳琦这个年产值相当于是一家中型上市公司的直播带货一哥，他在瞬间就被敲冰了，敲到冰山上去歇凉了，恐怕从此呢就要淡出江湖了。那么给这个李佳琦带来如此巨大麻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当时展示的那款冰淇淋蛋糕呢，它的造型就类似一辆坦克，而6月3号呢，它正值是6·4天安门屠杀事件的33周年的前夕，所以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监管部门都已经认定他是踩了一条绝对不能碰的政治高压线了，所以必须将它断网冷冻起来。李佳琦被封杀事件呢，给大陆网络带来的震动可以说是现象级的。无数对6·4事件不甚了了的这些80后、90后以及00后的群体呢，都在各个平台是疯狂的去挖掘这个李佳琦为什么他突然被封杀的原因。有人甚至开玩笑说本来谁都没有注意到那么的一个画面，结果是闹到现在就变成了半个微博都在讨论为什么要封杀李佳琦，也就等于是半个微博都在讨论6·4。而更有意思的是呢，甚至有大陆人士发帖说自己的公司有组织了所有的员工来紧急开会，用这个 PPT 来科普了各种书本上所没有的历史事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因为考虑到当前的舆论环境已经极其的敏感严峻了，大家为了避险都需要了解到哪些事件是雷区。
而在这个李佳琦停播的评论下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全都是这件事没啥敏感的和你怎么对这件事情这么不敏感的一些热烈的讨论。尽管呢谁都不提这件事它究竟是什么事，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件事它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而很多原本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事儿的人呢，也都迅速的被科普了，也都知道了原来曾经有发生过这么敏感重大的一件事。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包括《华尔街日报》BBC 彭博社还有像 CNN 等等这些媒体，全都在报道这个李佳琦被封杀事件。也就是说呢，一小块冰淇淋蛋糕它所引发的直播事故呢，结结实实的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血案，一场国际舆论的风暴了。李佳琦事件及其引发的风暴呢，它让所有人，无论是粉红还是粉红嘴里的那些反贼，他都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随时会来关心你，而且一旦政治关心了你，就不会再有人来关心你了。这个听上去有点像是一个绕口令，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李佳琦事件它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会看到中共体制它陷入到了一个自己制造的悖论怪圈儿。它呢想穷极一切的手段来管控民众的舆论和思想，但是没想到的是，反而是这种极端的管控手段的本身，就成为让民众冲破。那么我们一直都说中共的体制它已经走入到了一条死胡同，它是一种完全不可持续的体制，就是因为中共这种体制它最终的宿命就在于，它最后一定是自己搞死自己。在这个李佳琦事件中，有一个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如果说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呢，他想要完全不触碰任何的政治禁区，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那么他就必须违反当局的意愿和禁令，他要得去先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究竟有哪些。也就是说呢，他必须先让自己不安全，然后他才有可能获得那个理想中的绝对安全。而站在中共的立场呢，他们不会告诉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而且呢，他也不允许任何人来告诉你这件事，就像允许你在夜里开车，但是却不允许你开灯是一样的，你迟早都会撞上障碍物，并且会因此而受罚。于是呢，你必然会因此而知道了这件事儿，而且它会连带的让很多人也都知道了说这里有个雷区是不能碰的。也就是说呢，你和其他人呢迟早都会知道这件事，而这恰恰是与中共的初衷相反的，是吧？与他那个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初衷是相反的。这个就是中共他最不想见到的。所以呢，这个悖论呢，它其实在李佳琦事件之前已经是发生过一次了，而且这个当事人他还是一个知名的粉红，这个就是赛雷3分钟被封杀事件。在今年的5月18号以揭露境外势力而出名的爱党粉红博主这个赛雷3分钟包括他自己的那个矩阵账号叫做赛雷画经的，他在微博、知乎还有 B 站等等所有这些平台的这个账号都被官方是全面的封杀掉了。为什么封杀他呢？他封杀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他直接照搬的翻译了 YouTube 博主的一个视频，他的目的本来是想要揭露一下这个西方媒体是如何来抹黑我们伟大祖国的。但是呢，在这段视频中呢，他就夹带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不到半秒钟左右的坦克人的画面，就这么半秒钟，就让这位粉红大 V 呢，直接就被敲兵封冻至少1年的时间。而且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很快呢，他就被大批更加粉红的小粉红攻击为说这个人是一个卧底，这个人是一个隐藏的50万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呢，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被一脚踹到厕所去遗臭万年的例子，对吧？他是又一个专打反革命的造反派，结果迅速的反转，自己又被打成反革命的例子。但是其实这背后它体现的依然是一种相同的逻辑悖论，
也就是说，作为爱党爱国的粉红大 V， 你为什么要去了解党不允许你了解的这些事情呢？你说啊，你是为了替党去辩护啊，替党去宣传才去了解这些东西的，目的呢是不想让其他的人来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但是呢，更红的这些粉红，他根本不会买这个账的。他们会说，如果说人人都是这么想的，人人也都来这么做，那不就等于是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了吗？而这个就是党不允许的，所以你的行为和这个反贼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简单一点啊，我们用一句话来进行总结，就是你如果一直都不辱华，那么说明你私下里对辱华的所有敏感点你都已经了如指掌了，因此你已经辱华了，而且你是严重的辱华。于是乎呢，我们看到啊，就在这样一个悖论逻辑之下，我们看到有不少针对着李佳琦事件啊，把它定性为说啊，这是境外势力破坏，并且在微博还大肆的批判，表示说自己要永远相信国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这些正能量的贴文，结果也都被删除掉了。还有类似的一些正确引导方向的内容也都被炸掉了。我相信啊，对文革稍有了解的人们可能会对这样荒诞的一幕是非常熟悉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无数的造反派在瞬间就变成了反革命，被押上了刑场或者被送入大牢的时候啊，他都是这么喊的，说啊，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我是冤枉的。但是呢，他就始终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在一夜之间就会反转成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共那个最典型的七伤拳模式，对吧？也就是说，是他自己搞死自己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之中啊，中共呢，他总是极尽一切可能的想要清除掉任何造成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这种清除的行动本身，它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势能的积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稳定因素的标准，它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个定义呢，它也会越来越变得苛刻的时候呢，他们就等于把越来越多原本是属于稳定或者是次稳定的范畴的这些因素，全部都给升级了，全部都变成了这也是属于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呢，他们等于自己在不断的制造不稳定因素。这个模式啊，它不仅仅存在于言论的管控范畴。我们要是简单的拓展一下自己的思维，就会发现，中共在防疫问题上的这个清零模式，还有在经济领域的这个监管风暴模式，它同样是相似的逻辑，同样是相似的悖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要说的第二个话题。在上周五呢，也就是6月3号，清华大学那个经济学者，就是曾经以中国封城2年，人均延寿10天而听取了骂声一片的那个李稻葵教授，他呢就以视频方式有出席了叫做大华私人银行 2H 2022投资论坛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呢，可以说他就语出惊人了。他在谈到互联网监管这个话题的时候，公开的以这个金融科技巨头就是蚂蚁集团为例子，声称说啊，这家公司的上市之所以被最高层紧急叫停，是因为被发现在上市之前已经有许多的政府官员及其亲属都牵涉其中了。他就说，在这个过程之中，蚂蚁集团呢是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一些城市的党委书记的人选。然后他还来了这么一句，说这真的会吓到最高层领导。然后呢，他就强调说啊，现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政治的影响已经归零了，高层的这种担忧呢也已经被打消了，相信投资者将恢复对这些公司的信心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看起来他就很有点放风的味道了，对吧？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在今天也有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就报道说，中共监管机构啊将要结束对网约车的巨头滴滴公司，还有这个物流平台满帮集团，还有在线招聘公司叫做看准网等等这么3家公司持续1年的调查，就是要结束了。准备呢，最早在本周就会解除对他们那种增加新用户的禁令，
而且这3家公司的移动应用呢，在国内的应用商店也会重新的上架，最早呢也是在本周之内就会做到了。当然，对这几家企业来说啊，就是接受这种调查，它当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呢，其实就是2条。第一呢，这3家公司呢，它将面临着经济上的处罚，对滴滴的罚款呢，相对会比较高一点，对其他2家公司呢，相对低一点。第二呢，就是这些公司都必须向中共政府转让1%的股权，并且要让政府在公司的决策中发挥直接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呢，这明显是一种有序的安排了，对吧？先是这个放风说这个政治影响已经被清零了，然后呢再出来放消息来提供证据，证明说这个监管风暴它的确已经是结束了。而这个政治影响被清零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公司呢，它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国有化的进程。无论这些公司它过去是姓张还是姓王，现在统统一律都要姓习了，自然它也就变得安全了。这个李道葵他的讲话呢，明显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奉命安抚的味道。他首先是证实了此前的监管风暴的根源，它只是政治因素，也就是我们曾经反复讨论过的那个金融削藩，对吧？就是因为当局呢认为这些互联网巨头呢，它已经成为了独霸一方的政商混合体了，在某些方面它甚至都威胁到了当局的权力了。大家要注意啊，这里的关键词就是这里提到这个威胁，它是否真实的存在，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当局认为你存在威胁了，他就必须要打击。这个就是当局为了政治而可以牺牲掉经济的又一个典型例子。第二呢，就是这一系列的操作呢，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当前经济的恶化程度是远超一般人的想象的。我们看到啊，当局他都不得不公开的来承认说，这个监管风暴它只是出于政治因素，并且现在都已经结束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局的监管风暴它不是要在经济上去走回头路啊，说要重新回到那个计划经济，而只是为了政治安全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这个就说明习近平他在党内其实受到的压力是极大的，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放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认错嘛，就是等于承认过去这个监管风暴打击程度过重了，所以现在呢不得不又把这个烧饼翻过来烙，重新要来刺激经济恢复了。第三一点呢，就是李道葵的这番话呢，他也告诉了我们，中共的监管风暴它造成的这种中美金融脱钩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当局已经无法承受了。所以不仅在这个中概股上市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中共是对美方大幅度的让步，同意说进行对中概股这些企业进行底稿的审计，而且李克强在5月18号考察云南的时候还公开的喊话说，我们现在支持这些平台经济、数码经济到境外去上市融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当局呢又出面来喊话了，是吧？说这个互联网企业的政治影响已经清零了。那么这就是明显对内外都要进行安抚嘛，他就是想要恢复外资和市场的信心嘛。但是这种手段它会有用吗？我想啊，这个效果它恐怕是非常有限的。中共这种先捉鬼后放鬼的手段，它其实已经用过无数次了，这个是体制基因本身就带来的。即便这一次的监管风暴它结束了，重新恢复刺激经济了，那么下一轮的风暴它一定还会再来的，只是谁都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来，它会落在谁的头上，对吧？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它恰恰才是让外资逃离，让国人对经济的前景丧失信心的最根源。而且啊，更重要的一点是，像这个蚂蚁啊、滴滴等这些巨头企业，它因为涉入了政治才遭到整肃的，对吧？这个信号是很清楚的。当局呢是希望这些企业要隔绝政治，不允许他们去沾染任何政治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它反过来，
这些企业它如果真的当年就早早的隔绝了政治，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可以影响大陆经济的规模。谁都知道啊，在大陆做企业，如果说你不与各级的政府和权力去联姻，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做大的。而且啊，政府现在对这些企业参股1%的本身，它不就是在要求企业你必须要介入政治吗？绝不允许企业完全的隔绝政治吗？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又一个相似的悖论。这个与李佳琦它是不是非常相似的逻辑呢？你过问了政治，你这就叫做商人干政，是必须要打击的。你不过问政治，你不给政府这1%的股份，你这就是要意图脱离政府监管，大搞这种无序扩张，你照样要挨铁拳挨重锤。这种你既要服从政治，又要你不能够参与政治的既要又要模式，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它与当局这个想要通过清零来确保绝对的防疫安全，但是反而因为清零本身却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安全，它完全就是一回事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悖论它是无所不在的，它已经贯穿了中共统治系统的上上下下所有的领域。中共自己根本就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共的政策啊，它反复的出现这种钟摆状态，就是我说的翻着白眼儿吐着白沫，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抽风的体制性根源。这种抽风呢，它是一个不治之症，而且它将会一直的反复发作，把中共抽散架了为止。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